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面具人昨天稍微讲了有关于理财方面的事儿啊，哎呀，效果还不错，播放量有1万多吧。一晚上呢，就有60-70个人给面具人发邮件咨询这方面的问题，想让面具人在今后的节目里面多讲一些相关的话题。那面具人也在这里感谢大家的信任，毕竟嘛，面具人对局势的把握还算是可以的。老观众朋友们都可以给我留言作证啊！你看拜登呀、LPR 利率呀、换英镑和换欧元，面具人我都说准了。面具人当时说换英镑、欧元哦，没说是换美元哦。美元现在是跌了，你看听我话的人，都赚了啊！嘿嘿嘿，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啊。面具人我在从事教育类工作之前呢，有将近2年时间一直是在农业银行工作的。后来呢，因为实在受不了这种非常严苛的工作环境，才选择去教育机构工作的。随后呢，自己做生意了，自由一些嘛。大家让我多讲财经类的话题，我想了一下啊，有道理，毕竟嘛，政治理想不能当饭吃，墙内的人民现在都面临着资产被数字货币共产的风险，都面临快没饭吃的风险，对吧？没钱赚的风险。那问题就很简单了，你说钱都没了，人都快要饿死了，还谈什么政治理想呢？对吧？我死了，我还怎么谈政治理想呢？对不对？对的，是的，这话没毛病。好，面具人今天就继续来和大家讲讲有关财富的话题啊。至于以后是否会继续讲这类的话题，还要看大家的反响。好了，废话不多说，来看今天的标题：2021财富重磅炸弹 ，Visa 支持加密货币，马斯克喊话，比特币1小时暴涨5000美元，习近平慌了，开始抓人，散户割了华尔街，却买了加密货币。前段时间不是这个华尔街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散户割了机构韭菜的事情吗？也就是3-4天前发生的这个事儿啊，想必大家也都略有耳闻了。其实这个并不是咱们今天话题的重点，华尔街的散户割不割机构的韭菜和咱们关系也不大，对吧？那么问题来了，真的没关系吗？根据面具人我所了解的情况啊，有很多华人抓住了这个财富的机会，让自己借着这个机会狠捞了一笔。那这是怎么回事啊？有一个叫做 Wall Street Bets 华尔街赌场，简称 WSB， 这个 logo 图片上面的人长得还挺像川普的啊。你看他的发型，红领带，对吧？这是 Reddit 上面的一个有关于股票和期权的讨论版，很多股民呀、网民呀、投资者呀都喜欢聚集在这里讨论股票投资的事儿，买哪只股票呀，什么时间点买，什么时间点卖。那这样的网民俱乐部啊，活跃用户差不多有30多万人吧。这个华尔街赌场啊，在 GameStop 驿站扎空事件爆发之后呢，他因为参与了这个事情而成名的。那这个扎空事件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华尔街非常有名的对冲基金巨头香橼基金和 Melvin Capital 这2家权威机构发布了研究报告，指出游戏驿站的股价是被严重高估了的。说白了，就是带节奏告诉散户，这个股票的价值虚高了，不行了，不值钱了。想让散户出现恐慌性的抛售以后，等于游戏驿站就被做空了嘛。然后呢，大家恐慌性抛售了以后，股价就会大跌。然后呢，这些对冲基金就会趁机在低价买入这个股票，赚个盆满钵满。所以呢，这2家机构很明显的就是在唱空这只 GameStop 的股票。可是呢，这个操作被 WSB 的人给盯上了，所以呢WSB 就反向带节奏，号召所有的股民识破骗局，不要让这些金融骗子得逞。兄弟们，我们抬高股价。于是呢，节奏就带起来了，大家纷纷开始抵制做空，都开始买入股票。买过来了以后呢，我就不卖了，我就一直持有，直到憋死这些大佬为止。让他们到交割日期没有办法完成交易，只能自己填补差价割肉。所以呢，股价就从40美元左右啊，一直上涨到了350多美元。
所以呢，香园基金和 Melvin Capital 就不得不割肉止损，不然呢，实在扛不住了。于是呢，就出现了大家看到的轰轰烈烈的散户割了空头大佬的这么一个传奇之战。这也是华尔街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壮举，散户割了基金空头大佬。那华尔街赌场也因此一战成名， WSB 的知名度也迅速的提高了。那这个讨论版呢，也变得非常的火爆，都爆到了网络延迟了，甚至是死机了，你进不去了，明白吗？那么在2021年的1月27日，这个网站这个论坛板块曾经短暂的出现无法访问的情况，因为同时访问的人太多了。华尔街赌场呢，也因为此一战成为了广为人知的网站，并且呢，引发了伊隆·马斯克等名人的关注。马斯克这里面也有大玄机呢，等一下再给你们揭秘。那说了这么多，这个华尔街赌场和我们华人参与到里面分了一杯羹有啥关系呢？面具人，我告诉你因为在1月28号的时候， Wall Street Bets 趁着一战成名的热度发布了一份通告，号召他的用户大概有30多万人，让他们进军加密货币，并且呢，指名道姓的说建议大买狗狗币和比特币。所以说呢，狗狗币就出现了暴涨，一度能达到了500%的涨幅。但剧情呢，随后又出现了大反转。Wall Street Bets 很快又发表了声明，说之前建议买狗狗币的只是另外一个机构的合作创始人，所以呢，这个言论并不能代表我们 WSB 的官方说法。于是呢，这个狗狗币呢又跌了。所以说呢，投资这一行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尤其是什么专家呀、大佬呀一出来讲话，就能带起节奏，让大家趋之若鹜。同时呢，也让大家看清投资行业的现实，那就是镰刀之间的战争。华尔街赌场做掉了香园基金，于是呢，趁着热度再号召大家买狗狗币，直到最后呢再否认。其实呢，也就是华尔街赌场 Wall Street Bets 做了香园基金想做却没有做到的事儿，屠龙少年终变成龙。有很多华人也都买了狗狗币，面具人的好几个朋友都有持有狗狗币。那他们呢，有没有被割呢？面具人，我告诉你们他们没被割，因为他们早在这一次的震荡之前呢，他们就已经入手狗狗币了。他们买的价位比较低，所以呢，狗狗币在28、29、30遭遇了强烈的震荡，他们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就是说，早期持有的人还是稳得很，因为买入的价很低嘛。那至于做长线还是做短线，面具人会在节目后半段给你们解释所以呢，资本市场就是这样的神奇，并且呢，充满血腥、尔虞我诈。话说回来这个狗狗币其实13年就已经推出来了，是作为一个西方人喜欢打赏呀、发红包呀、小额支付这么样的一个工具，给大家方便的。只是呢，最近几年被人们看中了它的投资属性，于是呢，才成为了大家所熟知的新晋加密货币。其实本身这个狗狗币只是一个小工具它只是因为最近潜力才被挖掘出来，大家认为有投资属性，甚至呢，有人认为狗狗币会涨到$1以上，增值上百甚至几百倍，对吧？那会不会增值有没有可能？有。面具人还是奉劝大家这种新进的盘子，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不稳定，但是呢，它的成本也小一个狗狗币也没多钱。你们玩这种新盘子你就不要抱着这种短线套利的心态去做，否则呢，你肯定是亏。做短线的人呢，10个有9个是亏的。面具人，我相信至少我认为我不是那唯一一个的走运的人，对吧？我不是很相信运气的，并且呢，狗狗币每年是有5%的膨胀率的，所以呢，你玩币
如果说你能做到有挖矿功能的话，还能好一点。那这个挖矿可不是传销说的那种挖矿哦。至于传销的那种挖矿，我会在节目的后半段给你们详细解释传销的挖矿是个什么玩意儿。那能挖矿的币啊，说白了就是你自己可以零成本套利嘛。这个如何挖矿和套利啊，尤其是零成本挖矿套利啊，面具人也会在自己的会员实战群里面告诉大家的。看情况呢，我会出一些会员节目啊，来教大家怎么挖矿，怎么套利，零成本的哦。具体的操作方式怎么玩，我也会出视频告诉大家的。然后呢，说到了挖矿啊，肯定会有很多人想到了传销嘛，资金盘嘛，这些骗人的玩意儿，对吧？那说到这儿了啊，面具人就要给大家说一些重磅消息了。首先呢，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资金盘啊、传销啊什么玩意儿的。说白了，这些资金盘、传销和什么比特币呀、火币呀、以太坊呀、狗狗币呀关系不大。这些币很简单啊，什么狗狗币呀、以太坊呀、比特币呀，就跟股票跟基金差不多，涨了就涨了，跌了就跌了，没什么复杂的含义。什么制度呀、双轨制呀、营销模式呀、拉人头呀，对吧？跟这些都没关系。但是国内很多的什么币呀、投资盘子呀、蚂蚁币呀、熊猫币呀，对吧？往往也是和挖矿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呢，它多了一个什么奖金制度呀、福利制度呀、拉人头制度呀、提成制度呀，说你投资什么多少钱呀，投资几个矿机呀，然后呢发展下线呀，然后呢你每天就能产生出多少个币，多少个被动收益，然后呢你就能挂卖赚多少钱啊，对吧？拉人头买矿机赚提成嘛，赚被动收入嘛。那面具人我就在这里告诉大家啊，面具人在国内也是做生意的嘛，见这类事儿啊太多了。我认识的有些学生家长啊，人家自己就是操盘开盘子的，他们还天天拉面具人我投资呢。所以呢，面具人我也就对各种各样的盘子也算是有着深入的了解，从头到尾，从顶层设计我都有了解。我自己呢，还投资了不少钱呢。因为关系嘛，因为面子啊，天天给我说，你说人家的孩子还在咱这里上课呢，人家叫咱给他投点钱回馈一下，面子上挂不住嘛，人情世故大家都懂的。其实呢，国内的什么叉叉币资金盘看起来好像和这些币是挂钩的，实际上呢，他们完全是两回事儿，不沾边的。国内的什么恐龙币呀、熊猫币呀、蚂蚁币呀，其实呀都是空气币。国内的资金盘完全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庞氏骗局，拉人头骗钱的陷阱。你说挖矿这个事儿到底存在不？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存在。挖矿呢，就是通过电脑算法解密货币，把这种虚拟货币挖出来，是需要真正的电脑来操作的。像这样的挖矿啊，有些团队呢，他会用几十台、上百台电脑啊，不停的在挖矿，挖出来了以后呢，卖钱。国内的这种让你所谓的买矿机啊，也是说买矿机，对吧？让你感觉好像是买这些电脑，然后挖矿赚钱，是不是？可是呢，国内的这些盘子啊，他都给你说的是你买的矿机要托管到人家公司里面，实际上呢，买没买矿机你也看不到。但是国内的资金盘啊，你投资进去的钱是不是用来买矿机了呢？你想过没有？反正你也看不到嘛，对不对？国内的这些传销游戏啊，它最终啊都是圈钱圈够了以后官网走人的下场啊。你完全没有办法知道你的钱用来干嘛了，你的钱投资到哪儿去了，说是买矿机了，说是投资到这些币里面了，无非就是做几个脚本，弄几个最简单的 low 逼网站，让你进去一投，看见里面好像有币，天天涨呀跌呀减呀加呀，多了少了，然后算提成，对吧？国内的这种盘子啊，你想赚钱很简单，拉人头发展下线你就能赚钱。
但是呢，什么涨跌呀，你就做梦吧。什么被动财富呀，被动收入呀，那是不可能的，那是吸引你进入陷阱的工具。可是呢，如此明显的陷阱，大家还都是趋之若鹜的想要投资进去赚钱嘛，不停的在投项目。为什么呢？国内现在的经济不好，尤其是传统行业、实体行业不好做了以后呢，各种歪门邪道就出来了。所以呢，国内你看现在什么诈骗呀、传销泛滥，为什么？人越是觉得生活困难、赚钱难的时候，就越容易铤而走险，想赚快钱，以至于很多做生意的朋友应该都有这种感慨啊，遇到过这种情况，那就是周围的这些玩项目的、玩传销的人啊，年年换项目，年年亏钱，他就没有赚钱的时候，甚至呢是月月换项目，甚至呢是隔三差五的你跟他打个电话聊个天儿，喂，老李啊，你最近做什么项目呢？哎呀，我跟你说，我最近看了一个新的项目，好得很，肯定能赚钱。你明天忙不忙？我去你办公室跟你聊一聊，或者我去你家。这个项目太好了，你一定要了解。这种情况应该很多人都遇见过吧？国内现在真的是传销泛滥，就跟面具人刚才说的一样，人越是觉得生活困难、赚钱难的时候，越是容易铤而走险，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传销越来越多，骗子越来越多，大家越来越生活困难，越容易被这个骗子骗，因为心急了嘛。对于此呢，国内呢又要开始严打数字货币了。1月26日，深圳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防范虚拟货币非法活动风险的提示。看见没？国家要开始动手了。那这个事儿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你听面具人，我接下来告诉你们，我慢慢给你们解密啊。他是这么说的：近期呢，随着比特币、以太坊等虚拟货币价格不断攀升，虚拟货币炒作有所抬头，一些不法分子打着虚拟货币、数字货币的旗号，开展虚拟货币非法活动，这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第7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涉嫌从事非法集资、传销、网络赌博、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如果是以保本保收益的名义推出比特币理财等项目，以投资返利的名义诱骗投资者购买叉叉币、叉叉豆等形式的虚拟货币，为注册在境外的虚拟货币项目提供宣传、引流、引诱投资者参与等，均为犯法。深圳市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上述非法活动持续开展清理整治，通过现场约谈、行政调查、刑事打击等手段严肃处置，希望广大投资者对上述非法活动加强防范，及时举报相关违法违规的线索，谨防上当受骗。其实呢，共产党这个话啊说得很玄妙啊，他在这个文章里面故意的没有区分开来加密货币和传销，而是把它们混为一谈的说了。关键就是这句话，为注册在境外的虚拟货币项目提供宣传、引流、引诱投资者参与等等。那面具人我就想说了，虚拟货币、加密货币全都是境外的，境内的除了中国央行的数字货币没有了。你在境内搞数字货币你是违法的，谁搞数字货币不违法？共产党，懂了没？那他说这个话的意思就很明显了啊，等于说是把境外的所有的什么比特币呀、火币呀、以太坊呀、狗狗币呀，全部捆绑打包了，和这些传销资金盘绑定在一起了。其实呢，打击骗子人人有责，共产党能打击骗子也是好事儿，但是呢，中国最大的骗子就是共产党呀。在没有什么好处的情况下，中共是不会去打击数字货币的。中共做事呢，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党的利益。
中共打击加密货币最表层的目的就是打击什么传销呀、金融诈骗呀，对吧？再往深一点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中共自己的 DCEP 央行数字货币扫除障碍，以此呢来推广自己的 DCEP 央行数字货币。中共自从推出 DCEP 这个概念以来啊，它就一直在以匿名化、不可追踪等特点，故意混淆央行数字货币和真正的数字货币、加密货币的界限。中共打死了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也好，打击了真正的加密货币也罢，都是为了自己的 DCEP 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而铺路的。最后呢，国家推出这个公告的最深一层意思，就是打击了真正的加密货币。很多人呢就无法通过这个玩意儿把自己的资产转移出去了，或者是把自己的资产寄存在加密货币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内的大的交易所的大佬啊、代理商啊都被控制了的原因。所以呀，面具人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投资建议啊，就是你想要投资加密货币，你就不要用和国内有关联的任何中文交易所，不然呢，你买进去的币也就不安全，人家老板都被抓了，网站都关了，你还赚个什么钱呀，对不对？那中共发起这一轮的监管呢，其实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没啥意义，受益的只有党。那些做项目的始终都会去找项目、找坑去跳，就跟那些川粉一样，就跟那些极端粉一样，他们始终都会找到自己的同温层去自我欺骗，或者是求别人骗他，对不对？并且呢，这个国家啊，把货币查得越严格，然后呢，国内的这些资金外逃也就会越严重。面具人我在网上看到啊，澳洲这边的私人换汇生意暴涨。那这个原理很简单了，就像一把沙子，你把它捏得越紧，沙子也就会越从你手中流走。这也是面具人我判断接下来的加密货币会大涨的一个首要原因。现在全球资产都在重组，这是一个财富格局重塑的阶段。新冠疫情对很多人来说造成了灾难，但是呢，对聪明人来说又是一个机会。富人呢，在疫情的这一年内啊，资产又增加了，这就是生财有道。那聪明人未必是富人，富人大部分都是聪明人。那说到了富人啊，好了，来继续说标题中面具人提到的马斯克。1月29日下午4点22分，钢铁侠、全球首富、特斯拉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将自己的推特主页的简介更换成了比特币。受此消息影响，处于下跌趋势的比特币如恨地拔葱，在1个小时内暴拉了5000刀，从32000美元直逼上涨至了37000美元，日内涨幅近20%。你们看，马斯克仅仅一个小动作，发个推呀、换个封面什么的，就有如此巨大的喊单效果，直接能让比特币暴涨5000美金。比特币如此庞大的体量，在马斯克的喊单之下都应声上涨。那再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斯克还喊单了狗狗币，你想想，这会多恐怖哦！狗狗币的价格可是比比特币价格要低得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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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斯克都能把比特币喊涨了那么多，更别说体量目前只有几分钱的狗狗币。目前来看呢，狗狗币作为一个小额支付的钱包啊，几分钱的价位其实也不算高，上涨空间呢是有一些的。加密货币领域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哦。有涨就有跌，那比特币、狗狗币是涨了，可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币，最近呢遭遇了滑铁卢。12月23日消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今天宣布，已对瑞波以及其2名高管，包括首席执行官布拉德·加林豪斯 （Brad Garlinghouse） 和联合创始人克里斯蒂安·拉森 （Christian Larsen） 提出了起诉。指控他们通过一项未注册的正在进行的数字资产证券发行筹集了超过13亿美元。
SEC 宣称瑞波币是一种证券，并指控瑞波和2位高管从2013年开始通过向美国和全球投资者出售名为瑞波币的数字资产，在未注册的证券发行中筹集资金，还分发了数十亿的瑞波币，以换取劳动力和做市场商业服务等非现金对价。根据起诉书，除了组织和推广用于为公司业务融资的瑞波币销售之外， Larson 和 Garringhouse 还进行了未注册的瑞波币个人销售，总额呢约为6亿美元。起诉书称，被告没有登记他们对瑞波币的报价和销售，也没有获得任何的注册豁免，这违反了联邦证券法的注册规定。那美国做的这种行为啊，说白了就是政府查水表，就是要弄你。瑞波币一定是动了政府某些方面的蛋糕，否则呢，美国这种国家呢，它是非常懒得管你的。你们想嘛，13年都发行了，一直到今天，瑞波币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第3大加密货币啊，怎么到了今天才动它呢？之前几年不动它呢？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全世界的政府都一样啊，你不要动政府官员的蛋糕，你动到了以后，那你就是好自为之吧。12月29日，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在博客上发布声明称啊，鉴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最近针对瑞波币发行公司 Ripple Labs 采取的行动啊，交易平台呢也已经决定暂停平台上面的瑞波币交易，具体时间为2020年12月28日太平洋标准时间下午2点30分开始进入交易限制。2021年1月19日太平洋标准时间上午10时交易完全暂停。受此影响呢，瑞波币币价出现了暴跌，瑞波币价格约为 0.23 美元，24小时降幅达到了 17.57%， 市值约为 233.6 亿美元。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啊，号称世界第3大加密货币的瑞波币，在被政府冲击的情况下，在被政府管控的情况下，也会出现濒临死亡的现象。由此可见呢，加密货币也是会出现死亡危机的。所以说呢，你别看它瑞波币的体量小，不如比特币那么大，对吧？但是即便如此，瑞波币也是会出现危机的。你私人的东西再硬也硬不过国家嘛，对吧？当然了，你说数字货币、加密货币还能不能玩下去呢？你只用看这些大型的投资人，看这些投资家的行动，你就能知道了。这些投资家也不傻，你要看你玩的是哪种币。说句简单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方便你们好理解。就是习近平搞的企业和吴建民搞的企业，你觉得哪个更不容易倒呢？很简单就能理解了吧？所以说呢，选对币种很重要，选对了就能赚。那么加密货币在未来会不会爆发，让大家实现财富的倍增呢？面具人给你们看个新闻，你们就能明白了。作为全球最大的信用卡支付公司之一 Visa 透露，他们正在和数字钱包交易所等机构进行合作，用以提供加密货币的购买渠道，并在区块链上处理数字货币。Visa 的首席执行官 Alfred Kelly 也谈到了他对数字资产日益增长的兴趣，也谈到了 Visa 公司未来对数字资产行业的参与和规划。Visa 认为数字货币所在的公链类似于 RTP 或 ACH 网络之类的附加网络，因此呢 Visa 将区块链视为网络战略的一部分。这个 RTP 呢就是实时支付网络，而 ACH 呢就是自动化票据交换系统。这个 Visa 的首席执行官啊，他还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特定的数字货币成为公认的交换手段，我们没理由不把其添加到我们的网络中。如今我们支持的币种超过了160多个，也就是说 Visa 要全面的支持数字货币了。当然了，
这个数字货币并不是中共的那种 RCEP 央行数字人民币啊，完全不一样它真的是匿名化的，并且呢，政府不能直接参与调控的。央行的那个数字货币，说白了共产党说值多少钱，共产党说能买啥不能买啥，完全都是共产党控制的。这个数字货币呢，政府它很难控制，明白了吧？那 Visa 透露了，目前呢，他们公司已经和包括 Crypto 还有其他的数字货币在内的35家数字货币平台以及钱包进行了合作。这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箭已在弦，不得不发的地步了。那你们可以构想一下以后 Visa 都能用数字货币了，你说这个数字货币的价值它能不上升吗？其实呀，从去年开始，除了 Visa 之外还有支付巨头 PayPal 还有 Pornhub，Pornhub 就是那个看片的网站它也可以付费，并且呢，这些平台呢都已经宣布添加比特币、以太坊等币种作为支付方式。那随着各大机构相继的入场，加入了数字货币的支付方式，你可以构想一下未来，人们呢买东西卖东西不一定非得用本国货币了，它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支付宝，世界型的第三方支付工具，它可以拿它的本国货币来买这种数字货币，然后用数字货币再去买全世界的商品，买全世界的服务。那你说到了那个时候，数字货币它的价值，它的流通率会不会上升呢？对不对？随着各大机构纷纷的与数字货币平台的合作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市场的总值也在水涨船高。正如马斯克所言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传统金融机构以及传统金融平台公开接受比特币等加密货币。那结合面具人昨天讲的节目内容你们可以回忆一下，结合一下今天和昨天你们看看，现在国内国外都是风声鹤唳资产都在快速的变换，需求呢也是越来越繁多，大量的钱呢涌入了数字货币市场，各种各样的理由都有。很多人呢是为了换汇，很多人呢是为了避税，很多人呢是为了转移资产，对吧？当然了，那些国产交易所国产项目有风险，你不要觉得好像国产交易所你把钱存进去了，你把钱买成数字货币了，你就安全了。国产交易所你买的都是空气币，对不对？你真正能买到国际性的数字货币，那还是比较稳的除了有一些短期的震荡你买一些低位入手的数字货币，你可以设置一个下限，你能接受的一个范围它系统会在那个范围自动帮你抛售的，也就是说你亏也亏不了多少国内你很难买到正规的数字货币。当然了，国际上呢真的是像这种以太坊呀、什么狗狗币呀、比特币呀，这些都是可以买到的。那各位观众具体想要了解到一手的购买渠道因为节目里面不允许打广告发链接嘛，你们私下给我发邮件，咱们私下咨询就好了。具体的邮件信息在面具人视频下方的内容简介里面面具人也发现了很多观众朋友们让我来多给大家讲讲怎么赚钱的问题。我觉得这才是硬道理，这没问题，对吧？大家赚钱了都开心嘛，对不对？有让我讲股票的，股票好得很呀。2年前呢，面具人我让我一个朋友长期的持有，长线的买金建米业、北大荒、金建米业、北大荒粮食股。结果你看现在涨到多少了？你们可以去搜一下这2只股金建米业、北大荒，你们看看2年前这2只股票多便宜。2年前你买上一些，你看现在你赚了多少钱了？其实呢，
大家现在有赚钱的欲望，有想搜索赚钱的方法，有这种思想很好，总比那些搞什么五行八卦呀、12生肖呀，把钱用来求神拜佛请小鬼儿那些呢才真的是纯属浪费钱，并且呢还是高投资零回报，甚至是负回报给你算个命，把你骗一下哄一下，最后呢你有点心理安慰了，结果呢你的生活越来越差，你的脑子变笨了，你的钱也没了，对吧？搞投资呢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像这些币其实呢没有多大风险，你们感觉的风险可能是来自于国内的传销诈骗，对吧？搞投资玩这些币里面有一些操作细节，你细节设置好了能赚钱，亏吧也有一个亏损范围，你能接受这些都是你可以掌握在手中的，并不是那些传销给你搞的钱一投，你的生杀大权都掌握在了你的上线手上。你玩这些币你投资这些币，生杀大权还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它都是有一个范围的，总比你拿钱给那些神棍算命请小鬼呀、12生肖呀、看八卦呀、看八字呀，把钱扔进去连个回音都没有，还让自己变傻逼比这种结果要好得多吧。说到投资了那面具人的人生也算是大起大落吧。我讲投资还真的是有一些心得的。面具人呢，我无论是在国内混的地位还是说面具人我这个人我是年少的时候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赚到过很多钱年轻的时候取得的一些财富成就也算是比较耀眼。当然了，这些话呢咱们就不能多说了，说多了就有吹牛逼的嫌疑了。我一说多，那些什么猫神呀，这些大外宣呀，都会说面具人我装逼嘛，对吧？但是呢，面具人我装不装逼，你们也可以看出来从这1年多，各位老观众陪着面具人走来，面具人说的话，面具人做的事儿面具人给大家的警告，是不是都一一应验了？包括前段时间我说马云绝对没事儿，他们都说马云又是被抓了，又是被老虎凳了，又是马上要被枪毙了。结果呢，你看马云前2天还出来给大家拜新年呢拜元旦呢，是不是没有任何事儿？并且呢，你看马云前段时间一传出来要被抓要被杀了股价应声下跌马云一出来股价又上涨了，对不对？这就是面具人我看待资本以及政治的一个关联性眼光包括拜登上任，对吧？拜登大选能赢，川普大选输了， LPR 利率，这些东西我说的都没问题，对不对？听我的都赚钱了那为什么面具人我说我年少成名呢？我年少的时候我确实赚了不少钱但这里面就不能多说了那至于我现在怎么样，那我要保持我这个神秘人的风格嘛，否则呢我还能叫面具人吗？大家要是想多学习一些赚钱呀、投资呀、财富倍增的一些知识那可以多关注面具人。咱们就不说别的就单纯说油管，你们可以看出来面具人我这1-2年来，对吧？没有2年，刚1年吧。我抱过任何人的大腿吗？我跟任何一个你们所熟知的翻墙之外的什么民运呀、机构呀、宗教呀，有抱团过吗？没有吧？那我不照样不亚于他们，对不对？我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任何科技的加成，是吧？这就叫做实力。你信面具人，那我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和尊重，对不对？当然了，你愿意信那些什么五行八卦、请小鬼、12生肖，什么川普是神选之人、天命附体、神上身的那种，
你可以信，对不对？具体的一些，尤其是币呀这方面的操作方式呀、网站呀、链接呀，这就涉及到敏感话题了，我不能在油管上面讲，因为油管不允许挂什么外链嘛。所以呢，大家有什么想要深入了解的，可以给我发邮件单独咨询啊。那至于面具人接下来是否会多讲一些财经类的内容啊，也要看大家的反应。大家支持的话就留言表示一下，也方便面具人我下决定，看咱们接下来应不应该多出一些有关财富的节目。